他不在。哦，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就是有几个起草好的律师函，还有一套诉讼材料，不知道他看了没有？客户有点着急。等他回来，你问问他吧。嗯。喂。哦，我们老大还没回来呢。那要不我先把我起草好的律师函发给您看一下。好。我觉得还是等罗宾回来看过以后你再发。没事儿，就一孕妇，现在特别焦虑，催得很。好了，那罗宾老师回来告诉我一声。谢谢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让你发了吗？你就发。我以前起草的律师函也都是一字未改。怎么了这是又？程序。可能是受你影响吧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。我走之前我就放您桌子上了，我以为您已经看过。我是看过。那您既然看过了，您没跟我说不能发呀？那我也没说可以发呀。以前您但凡没有说不的，都意味着同意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明确一下，以后，凡是我没有明确说同意的，都意味着不。可我已经发给李丽了。劝一劝，是不是不合适啊？不是一般的不合适，是特别不合适，比你站在这儿看热闹还不合适。我是想问啊，我姐找罗宾到底什么事儿啊？那你去问你姐啊。我姐她不告诉我，我也不告诉你。想办法收回来，然后跟对方说一声抱歉。利益冲突，我们不能管他的事。我查过了，李丽告的是玲珑美食，玲珑美食跟咱们没有利益冲突，他是廖家敏的客户。我知道玲珑美食是谁的客户。那您为什么呀？你是我的助理，我接哪个案子不接哪个案子，需要给你理由吗？可是咱们已经答应人家了。普法宣传的时候，义务接受别人的咨询，不代表答应了对方。可是人家已经相信咱，是相信了你。你不代表咱们，也不代表律所。现在就去跟李丽说清楚，你只是提供了一次义务咨询，你是助理，你是实习人员。按照律协规定，律师事务所及实习指导律师不得指使或者放任实习人员有如下行为：一、独自承办律师业务；二、以律师名义在委托代理协议或法律顾问协议上签字，对外签发法律文书。我能进来吗？当然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批评了他2句。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当年封印说了你2句，你哭得比他厉害。你还记得啊？坐。找我什么事儿？信托，你别外传。那我不看了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想让别人看到。我所有的文件，丽娜都会经手。让黛西到我办公室来。他没来。为什么？请假了？你昨天对他有点太严厉了。啊？抗击打能力也太差了吧？说都说不得了。主要是因为赶上干什么？失恋。失恋？失恋就可以不来上班了吗？我们律所有失恋假吗？还是咱们国家又新颁布了新的法定假期，把失恋也算进去了？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，让他回来上班。告诉他，就算是家里死了人，国家的法定假期也就是3天。哎，李丽姐。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律师函，律师函我已经发给玲珑美食了，他们让我跟他们的律师聊。他们律师是谁啊？
廖佳敏廖佳敏啊，是廖佳敏，她亲自管吗？啊，廖佳敏她是龙科的主任，一般的案子她都不管的呀。玲珑不是他们一般的客户，说明他们重视呗。你手机一直在震。哦。喂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上班？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拜拜。我们律所吧，跟他们那律所就上下楼的关系。我知道啊，我上次本来是要找他们理论的，结果刚走到楼下，正赶上你们律所做那个义务法律服务，我就先找你们咨询了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李丽姐，这个律师函吧是我写的，可是我还没有经过我们老大呢。这不大符合规定，因为按照我们律所的程序的话，都是应该我写好律师函，我们老大同意之后，我才能发给您。可是他还没同意了，那天您催得比较急，我就事先发给您了。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吧有点严重，我想跟您商量一下，您看这个律师函还有告玲珑美食这事儿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呀？有什么样的上司就有什么样的下属。你的意思，他的目中无人是跟我学的？我是说，你们俩同气相求，惺惺相惜，物以类聚，臭味相投。谢谢夸奖。我马上去给廖主任道歉。别去了，好的。主任，您别生气，有什么事儿慢慢说。那份律师函，玲珑美食的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了，到此为止。现在是后边必须管。为什么？你那个助手黛西跟人说他是实习生，那封律师函就是他自作主张发出去的。现在人让我们必须管到底，否则就举报。廖主任还亲自过来啊？是啊，想和罗律师探讨一下，已婚女性谎称未婚入职是否构成欺诈。这个问题，由我的助理回答比较合适。劳动者对于与工作无关并且侵害劳动者隐私的问题，有权拒绝说明。拒绝说明不构成欺诈，但没有如实说明，明明已婚却说自己是未婚，也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。罗律师真的是铁嘴钢牙啊！这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登记表，婚姻状况一栏填写的是未婚。这个是李丽女士求职时的个人简历，写的是未婚。这个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承诺书，承诺她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无误，如有不实，承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，不要求经济补偿。廖主任，我想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李丽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问题。李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是从2019年的4月7号到2022年的4月6号，但是就在今年的6月14号，李女士被强行辞退，原因是怀孕。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用人单位不得因女员工怀孕、生育、哺乳降低其工资，予以辞退、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。玲珑美食解除与李丽女士的合同，不是因为她怀孕，是因为她不诚信。婚姻状况属于我的个人隐私，我没有必要告诉公司啊。这是你律师教你的吗？不，这是他自学的。那我们法庭上见吧。法庭见。谢谢你啊，罗律师。不客气。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和解。为什么呀？我会输吗？我刚才听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。但是你自己知道，你撒谎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可是如果当初我跟他们说我是已婚，那他们肯定就不会录用我了。在去玲珑美食之前，我应聘过很多地方，只要我说已婚，就都没有下文。那也不是你撒谎的理由。
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要投诉他！不是，您不能这样吧？怎么？他这是歧视女性，他这样的人不配做律师。他可是在义务为您提供法律帮助啊！哎，就像你说的，这是他的义务。我学过律师法，人都说了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该按照国家规定去履行法律援助义务。对，你们应该为受援人提供那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，为受援人争取他的合法权益。我是妇女吧，我又是孕妇吧，你们就应该无偿援助。哎，你好好想想吧你。